嬷嬷，你也看见了，对吗？皇儿他竟与那女子同乘一驾马车。娘娘，这位会不会是小郡主的母亲？对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走，我们去王府堵人去。我倒是要看看他最近在忙些什么，自己不进宫便罢了，竟不带乖宝来看我，我这个心呐！殿下一定是有事耽误了，小郡主一定也想着您呐。皇后闻言心下好受不少，想到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她的小乖乖，她捂住胸口，心里想的不行。今日听闻皇儿入宫，她一阵好等，却还是没等到心里思念的那道小身影，再也忍不住，乔装一番，直冲厉王府。他们不来，那我就去，谁也阻止不了我看望乖孙的心。哼！马车里，苏锦暗搓搓瞅了一眼身旁的男人，神色骄傲，安抚道：以后外出再遇见这种奇奇怪怪的女人，你就来告诉我，我收拾他们。他们只是看中了你的美色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你看中了我什么？送命题。他朝着男人眨了眨眼睛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明觉嘴角带着温暖的笑意，很是有耐心，就这么目光悠悠地盯着他。苏锦心里的小人儿疯狂挠着脑门。完了，我不会说情话呀，真是要了命了。看着男人专注的神色，他心一横，脱口而出：我和其他女人都不一样，我不仅贪图你的美色，我还贪图你这个人。我比较贪心，我都想要。苏锦手向后一推，将男人困在身侧，脖子一梗，嚣张的不行。明觉就这么静静地望着他，仿佛怎么也看不够，一把将人拉在怀里，没有说话。男人的气息带着暖意，脸颊轻轻蹭了蹭。都给你，能让你贪图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哀家的小乖乖，王祖母来啦！此时王府内，花管家正在给院中的花草浇着水，看着空荡的王府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唉，今天又是想小郡主的一天，王爷怕是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呀。就连这佐伊自打去了也没再回来过，出门时都好好的，人怎么就不回来了？你们家王爷呢？郡主呢？花管家定眼一瞧，目光大惊，忙跪下行礼。他摆了摆手，让嬷嬷将人扶起。回娘娘的话，王爷带小郡主外出了。哦，没事，我等他们回来便是。娘娘，您今日可能等不到。怎么？王爷他已许久未归了，小郡主也带走了。什么？不住王府？那他在何处？王爷派人将物件都收拾了出去，府上的护卫知道住址。皇后心下有些生气，她这皇儿什么时候这般不靠谱了？小乖乖也不知在外有没有受苦。娘娘，要不今日先回宫，您宣旨小郡主进宫也是一样的。他当然知道可以宣乖宝进宫，但他不想对旁人那般冷冰冰一道旨意将人带来，那是他的心肝啊，怎能一样？走，今日不见着人，我绝不罢休。这儿子大了，我也是他母后。就是这里。只见那牌匾上赫然写着苏宅二字，他皇儿住这儿，堂堂一朝王爷竟借住他处。娘娘，奴婢先去探门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他倒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能把他迷成这般。萧管家闻讯而来，看着来人周身气度非凡，心下一惊，连忙躬身问道：请问夫人来此事？前来拜访你们府上的主人。萧管家往他身后一扫，朝着不远处的车架看了一眼，垂下眼睑，将这主仆二人迎了进来。您坐下稍等，我这就通知主人前来。说罢俯身退了出去，心里却泛着嘀咕：这一看便知身份不凡，那一身气度，但愿不是来找茬的。苏锦来得很快，得知有位夫人上门拜访，想了一圈也没猜到是何人。见前堂端坐的女人面容华贵，还有些熟悉的影子，心头有些疑惑。苏锦朝着她看来时，皇后也双眼放光地盯着她看。这不就是我在宫门外见到的那个女子吗？疑似乖宝的母亲。她悄悄朝着身侧的嬷嬷对视了一眼，
瞬间恍然，心中大喜。他皇儿那性子，他还当他会一辈子不娶妻呢，哪想这般开窍了，都住进家里了。您是？我是住在这附近，前来府上拜访一番。母后，名爵阔步向着这方走来，开口便叫破了他的身份。皇后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，从没哪刻觉得他这儿子这般糟心。这皇宫离此也不远，算是附近。见过皇后娘娘。皇后望着面前的女子，心下很有好感，没有那些小女儿的娇羞扭捏，整个人明艳大气，让人眼前一亮，真是与众不同。忽然想到来此的目的，转身暗暗瞪了一眼名爵，问道：我乖宝呢？苏锦挑眉，朝着一旁的男人看了一眼，二人眼神交汇，瞬间明白了意思。母后，您近来身子如何？胸口处还会时感沉闷吗？说罢，将视线转向身旁的嬷嬷。回殿下，娘娘近来身子大好，已无异样。皇后虽是诧异他为何突然问这些，也只当是在关心自己。名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大步朝着外间走去，但愿他母后待会儿挺得住。忽然听见一声软糯糯的小奶音，他乖乖来了，脚步轻快地朝外走去。他还没来得及看，便见一个小身影冲了过来。皇后想也没想，一把将孩子搂进了怀里，紧紧地抱住，心里还在欣慰。乖宝没瘦，瞧这肉乎乎的触感，显然还胖了不少。胖了好啊，乖宝，皇祖母来看你了。大宝一阵懵，小胖脸带着纠结。就在此时，乖宝一阵风似的从前方跑了过来。皇祖母，我来啦！二宝则是跟在他爹面前板着包子脸，走得一板一眼，目光却悄悄地打量不远处的女人。爹爹说这是皇祖母。皇后听着熟悉的小奶音，看着远处飞来的身影，赶紧低头将怀里的孩子抱了出来，看了看，弄错了。大宝眨巴着大眼与他四目相对，想起爹爹方才说的话，有些害羞，软软道：皇祖母好。皇后愣了愣，只当他在学乖宝叫人，没有在意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肉脸，心里感叹这孩子看着就有福气，可真会长。就在此时，乖宝飞身上前，皇后转身将人接住，久别重逢的祖孙俩一阵亲昵，黏糊的不行。母后，这儿还有2个。皇后满心满眼只有乖宝，哪还顾得上其他的，理都没理他。乖宝眼珠子一转，笑着说：皇祖母，你抱过乖宝了，现在抱哥哥们吧。好好好。随后很快反应过来，哥哥，看向身旁刚抱过的小胖仔，又看了眼名爵身旁板着小脸很是可爱的仔仔，疑惑道：他们都是乖宝的哥哥，都是好孩子，看着就让人喜欢。名爵没有给他误会的机会，毕竟常人也不会想到有3胞胎这事儿，眼中闪过骄傲，一字一句道：母后，这都是儿臣的孩子，他们是3胞胎。皇后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儿，就这么愣愣地看着他。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中，身子开始阵阵发飘。身后低头的嬷嬷闻言猛地抬头看了过来，睁大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只见身前的皇后娘娘软软地倒了下去。他一个俯身冲上去，哪知有人比他更快，苏锦一个横抱将人抱起，这是刺激大了。快寻太医来！几张小脸紧紧地盯着榻上的人，很是担忧。皇祖母见到他们竟然晕倒了，二宝小心翼翼地拍了拍女人的手，这样皇祖母就能快点好起来了吧？爹爹，祖母不会有事的，对吗？3张小脸瞬间齐齐望着他。皇祖母啊，是太高兴了，她很快便会醒过来的啊，不用担心。皇后的意识渐渐回笼，只觉浑身轻飘飘的，还没等她睁开眼，便感觉有双小手在一下下地拍着她，轻轻的、软软的转到了她心里。她慢慢睁开眼，与二宝略带担忧的大眼瞬间对上。皇后看着她紧绷的包子脸，带着些懵，这让她仿佛见到名爵儿时的模样，一样的小大人，一样的可爱。
苏锦朝着男人对视一眼，很有默契的没有上前。估计这会儿皇后眼里已经看不见其他人了。你们谁是哥哥呀？大宝红扑扑的小脸有些兴奋，快速举起胖手。是我呀！停了停小身子，带着些骄傲，他是哥哥。皇后一把握住他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这个长相犹如福娃娃般的孩子，竟然是他家的，他亲孙孙。他双手合十，向着上方拜了拜，这才拉过一旁的二宝，轻声道：“是乖宝二哥。”二宝挺直身子，乖乖地点了点头，很有礼貌。祖母好，我是二宝。小家伙一板一眼地介绍自己，说完还暗中偷偷看他一眼。皇后瞬间变成了星星眼，她可太喜欢这傲娇的小家伙了，和他家皇儿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目光来回看着身前的3个孩子，皇后觉得他现在哪都好了，神清气爽，谁能有他这福气？咧开的嘴角就没合上过。眼看时辰不早了，嬷嬷小声在身后提醒道：“娘娘该回宫了。”皇后身子往前侧了侧，仿若未闻，继续跟崽子们聊天，理都没理他。回宫？回什么宫？皇后呢？娘娘还未归。还未归，可有消息送来？就在此时，殿外传来消息：皇上，厉王殿下御前侍卫佐伊求见。快宣！能这般晚进宫求见，怕是和皇后有关。佐伊跨步上前行礼，却被打断。皇后呢？娘娘现与殿下一处。为何不归？娘娘思念孩子心切。凌元帝心中本就有所猜测，能让他打破规矩，除了孩子也无旁人。心下多少有些失望，他还等着听他说道呢。行了，多派些人过去顾着些。深叹了口气，这一个个都往外跑，他也无心用膳，直直地朝着寝宫走去。娘娘该休息了。他朝着外面的天色看了看，真怕自己一夜醒来发现这些皆是梦幻，他舍不得入睡。娘娘，明日小主子们定还要您陪着，若是休息不够，怕是……皇后眼眸忽闪，显然听进去了，不舍得望了几眼，交代一番侍女，这才慢慢离去。你明日回去，将本宫那些宝贝都搬来，还有前阵子上供的那套琉璃拿来，我瞧着小锦带着正好。皇儿也不知走了什么大运，遇上了苏锦，这3胎是一般人能怀上的吗？可他皇儿那张嘴又不会哄人，性子沉闷，真是愁死他了。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要操心这事儿，他现在呀，只能自己多尽些心，帮人留住，只求他们和和美美，他的乖孙们都健健康康的。夜色刚暗下，一栋酒楼的西侧渐渐冒起火光，几道人影刷刷从远处闪现而出，火光刚起便被扑灭了，悄无声息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没多时，苏家书房内，姑娘，百味方失火，所幸早有防范，发现其时并无大碍。吕虔，他是定安侯府的2公子，其家族背靠当今大皇子。苏锦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中带着寒光。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今夜你便带人去将侯府给我点了，夜色黑，给他们打个光啊。廖平丝毫不诧异，笑着应是。他家姑娘向来不吃亏，礼尚往来，该是如此。处理完事情，苏锦伸了个懒腰，想到那个早已埋藏许久的念头，说办就办。他脚步轻快地朝着男人的宅院而去。如今崽崽们都在皇后那里，怕是今晚也见不着人了。这个时机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此时的明觉靠在椅背上，眉峰紧蹙，心头思索着明年将来临的寒灾。他虽是提前做了准备，但仍觉不够。荣华至今也未寻到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响动。进来。明觉见来人，目光一暖，温声道：“寻我何事啊？”想问问你这毒解了没？自上次服用那枚药丸，隔日便让人过了脉，确实大好。怎么如今突然问这个？脉象平稳，无大碍。据说这毒都是有后遗症的。说着，目光悠悠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视线逐渐下移，意图相当明显。明觉眼色越来越深，目光紧紧地盯着他。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
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撩他的女人，他还是这般肆无忌惮，不知道怕，猛地将人一把拽了过来，扣住腰身，俯身亲了下去。过了良久，二人呼吸不畅地松开了彼此。苏锦抬眼看向对方红肿的双唇，有些心虚。失策了，会不会觉得我技术很差？明觉扫过她红艳的唇瓣，没敢再看，垂下眼睑，掩住了眸中的幽深。这就完了？明觉刚平复的心绪被瞬间挑起，极力忍耐着，深邃的眼眸泛着幽光。继续。苏锦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，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嘴角逐渐勾起。男人见他摇头，也没再说话，心中又带着些说不清的失落。苏锦没给他时间多想，上前拉着男人的手，直接将人带出了书房，边走还故作严肃地说道：啊，刚才有东西忘记给你看了。什么东西？给你看个大宝贝啊。男人一听这熟悉的话，先是耳畔一热，随后很快定下心神，没再乱想。上次自己误会了他，差点错过了2个儿子，心中燃起一丝期待，不知这次又是什么宝贝。毫无所知的男人就这般被带进了房间，门虽轻轻扣上，至此一夜也未能出来。隔日，苏锦悄悄睁开了眼，醒得特别早，没有一丝疲乏，望着身旁的男人，就这般盯着看了许久，悄悄探出手朝着男人的脸上摸去。明觉没有睁开眼，手却十分精准地将他握住。别闹。男人低沉的嗓音带着些许沙哑，听在苏锦耳边，却犹如最致命的吸引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捧着他的脸来回亲了2下，利落起身朝着下方走去。苏锦深吸了口气，食髓知味，他怕自己再不出去就要控制不住了。见男人也要起身，苏锦上前按住他，轻哄道：乖，再睡会儿。天还未大亮，房门从内被打开，一女子嘴角带着笑意走了出来。她看着天边朦胧的光色，张开双手，顿时只觉神清气爽。走到院内，一套拳打得虎虎生威。大佬，来个不了，谢谢。我这该死的躺赢生活也太爽了吧！苏锦仿佛只听到最后一句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美滋滋接道：是啊，好爽。他们说的是一个事儿吗？系统心想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一夜过去，曾经的侯府却处处可见烧焦的痕迹。定安侯阴沉着望着这一切。百味方，他很清楚这一切是百味方派人做的，毕竟昨夜他先派人去做了同样的事，当夜他的府邸便出了事。这百味方竟然敢这般肆无忌惮，既然敢明摆着与大皇子作对，这身后之人怕是……侯爷，大皇子到了。定安侯忙收敛了心神，前去迎接。微臣见过殿下。免了，这府上出了何事？吕贤怎会？前儿他还未清醒，殿下您要为他做主啊！都是那女人害的。说罢，他将事情一一道来。都是废物吗？啊，那百味方还能成神了不成？堂堂侯府却拿不住一个女子。殿下息怒，您听微臣一言。说，殿下，微臣怀疑这百味方背后之人是厉王。他刚提到厉王，大皇子阴厉的目光猛地射向他。确定？这百味方能在京城发展这般稳，若说背后无人，怕也是无人会信。如今敢对侯府出手，还不惧怕殿下您的？除了厉王，微臣想不到其他人。我不想再等这次父皇大寿之日。是，殿下放心，臣等已经做好准备，定在当日由您登上太子之位。那百味方那里，我会派人去办，正好也想看看我那好皇帝会如何应对。谢殿下为小儿做主。大皇子本是没将百味方放在眼中的，但是现今得知可能与厉王有关，他眼中再无一丝不屑，只有满满的杀意。
皇后热情地拉着秦氏一阵寒暄，她只要想夸谁，那就没有敌手。之前是夸乖宝，现在呀，全转嫁到苏锦身上了，夸的秦氏这个娘都替女儿脸红。苏锦却乐滋滋地听着，心里还挺美。趁着下人将饭食摆上，她悄悄地将一碗汤挪到了明觉身前，朝他眨了眨眼。男人看了他一眼，不明所以，却也没有拒绝。两人之间的小动作显然引起了崽子们的注意。崽子们看了看娘亲，又看了看爹爹，再瞅瞅自己身前空荡荡的小碗，他们难道不是娘亲最爱的崽了吗？视线暗搓搓集中到那碗汤上，明觉察觉几道嫉妒的小眼神儿，轻轻地扫了一眼，白皙修长的手端起身前的汤，吹了吹，喝得很是缓慢。娘亲，乖宝有汤喝吗？大宝二宝也齐齐望着他，大眼睛布灵布灵闪着光。苏锦抬头看去，只当孩子们在撒娇，起身给他们一人添了一碗汤，喝吧。瞅着明显与爹爹身前不一样的汤，崽崽们悄悄看了一眼，乖乖的没有再问。他们还是失宠了。男人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深，那碗汤硬是被他喝出了美味珍馐的架势。苏锦还当他会不喜欢呢，毕竟那味儿苦得很，不过却大补着呢。既然这样，下次他再多备着些，爱喝就多喝些。苏锦心情很美，做事儿都带劲，巡查了几个铺子，又往郊外的庄子田地巡视了一番。他嘴里哼着小曲儿，悠闲道：哎，系统，你有什么梦想？啥梦想不梦想的，现在不挺好的吗？还有什么梦想？这么美好的小日子，以前那些前辈系统可没说过呀，就挺突然。哎，幸亏我适应的好。苏锦实在看不下去这筒子的废柴生活，想给他画个大饼，哪想这家伙咸鱼的彻底，这和他当初认识的小哭包不一样啊！有人来了，我知道，来者不善啊。话音刚落，几把飞刀直直地朝着苏锦射来。今日跟在他身前的是廖青，反应极快，一套廖家刀法直逼来人。苏锦见来人不少，他可没工夫一个个收拾，决定速战速决。翻身一跃，跳上车顶，靠着掩饰，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弓箭，冲着四面八方涌上来的人邪笑一声，三箭齐发。素手来翻转，对准后侧，又是三箭。女人面对围攻丝毫不惧，几个满弓，前方早已倒下一片。明觉得到消息赶来时，见到的便是这一番场景，他心下松了口气，又带着难言的骄傲朝着侍卫看了一眼。苏锦远远看见男人过来收场，也不恋战，他一个转身跳了下来，朝着他奔去。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，顾盼流连。你怎么来了？不用担心，这些我能收拾。男人没有说话，认真的帮他理了理吹乱的衣摆，温声道：是明艳要对你出手。明艳，大皇子，他又找事儿啊！苏锦对这个人印象很不好，感觉哪哪都有他似的。他能死？可以，只要你想。他本就想等父皇寿辰之后将人解决，最多现今会多些麻烦，瞒着他父皇，他要出手遮掩一二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苏锦看了眼回答利落的男人，扬着头笑得很是开心。他可真乖，我不杀他，至少现在不。他知道不久便是他父皇的寿辰，届时3个崽崽他会带去祝寿，若是这期间将人宰了，这男人定是得想法子善后。两人什么也没说，却明白了彼此的意思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夜晚，一身夜衣的苏锦猫着身子再次遇见了男人，他也不挣扎了，自来熟的拉着人就走。都老熟人了，合作愉快啊！这个女人吃什么都不会吃亏，料定她今晚会出手，果真等到了。这么大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做客的呢。门口的2个侍卫见来人，低垂着头，仿若未见。苏锦笑着看了他一眼，算准了今日他会来，就连大皇子府上都做好了布置。这个男人不爱说话，
却对他、对仔仔都有十足的耐心，再小的事情都会放在心上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你很招人喜欢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夸赞，男人忍住心头的热意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轻抿，没有说话。也不需要别人的谁喜欢，他只是想招你喜欢呀。两人一路很是顺畅，直直朝着大皇子所在而去。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啊！这队人竟一个都没回来，全都是废物。他朝男人打了个手势，轻声道：在这放风。明觉本想一同进去，现在又被留了下来。罢了。苏锦走后没多久，大皇子忍着剧痛，拖着身子一点点向外挪去，想要求救，最终还是晕了过去。明觉看着身前与昨日一模一样的汤，目光悠悠地望了他一眼，见孩子们都在，便没有问出口。皇后倒是意味深长地盯着看了一眼，那碗汤从她身前飘过，她闻出了七福的味道。她皇儿为何需要喝这个？难道……皇后敛下心神，朝着身后的嬷嬷看了一眼，视线转到那碗汤上。嬷嬷会意，没有等多久，很快便打听到了那汤的用途。毕竟苏锦当男人爱喝，备得很足。嬷嬷面色有些复杂，轻身附耳，低语了几句。当真？皇后摸了摸胸口，又想晕了。皇儿竟有这般隐疾，那毒不是说已经解了吗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娘娘别急，要不宣太医瞧瞧。皇儿这般定是已经瞧过了，只是苦了小锦了。多好的孩子，就摊上他家明觉了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愁得不行。明觉在察觉皇后第三次打量时，眉眼轻跳。他虽不知母后在想什么，却也绝不会是好事。那悲痛又带着些恨铁不成钢的眼神。明觉掸了掸衣袍，来到身前。母后，您有话就直言，不用这般看着他。皇儿，你别怕，母后懂你。太医治不好，母后定会为你寻来有能耐的医者。他深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。明觉见他这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额角突突地跳着，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儿。果真如此，下一秒说出的话差点让他失了神色。你既有那般隐疾，平日里对小锦呢要更好一些才行啊。明觉猛地抬头看着他，面色一黑，打断道：母后。皇后不悦地瞪了他一眼，还会集济医？要不是我儿子，我才懒得管这破事儿，留不住儿媳妇，那我这乖孙，不能想了。明觉忍下心绪，追问下，这才从皇后口中弄清了原委。他紧攥着手，一个字也不想说。漆黑的瞳孔越变越深，他紧紧地盯着那个还在说笑的女人。好，很好。苏锦感受到视线，抬眼望去，见他神色专注，自己悄悄地板正了身子，坐得更直了，又偷看他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怎么突然感觉这心里凉凉的？是谁在惦记他？我喝的那碗汤是什么？大补汤啊，你不是很爱喝吗？听他承认，男人不再犹豫，一把将人抱起。他咬牙道：我是哪里让你认为我需要大补吗？这个女人，我不是为了以后着想吗？多补些总是没错的。明觉看着怀里的女人，一副我是为你好的架势，呼吸都粗重了几分。见他还想再说什么，他怕自己会被气死，想也不想，低头堵住了他的嘴。他会让他明白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。他为他忍的辛苦，对他温柔，这个女人却觉得他不行。苏锦趴在床沿，心神有些飘忽。男人眼中闪过傲然，含笑看了他一眼，悠悠道：那汤还需要喝吗？苏锦暗搓搓瞅了他一眼，意味深长地感叹道：没想到这汤效果这般好。皇上，娘娘今日还是未归，您看要不先回寝宫？明日你带人去将皇后接回来。异国皇后几日不归，成何体统？顺便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，回来告诉朕。常德深知皇上的心思，忙笑着应是。
常德照例跑了一趟厉王府，显然一无所获。等他再来到苏宅时，迎面便遇上了归来的厉王殿下。奴才参见厉王殿下，奉圣上命，请皇后娘娘回宫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意外，想来他父皇的忍耐极限已经到了。佐伊，带他去。是。跟在佐伊身后小心地打量着，他想到皇上之前的交代，堆笑道：左侍卫平日也在此处呀，王爷在哪儿，属下就在哪儿。常德没得到想要的消息，也不在意，笑得和善。皇后娘娘，常德公公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皇后头也没抬，将棋子轻轻放下，见几个小家伙都抬头望了过来，轻哄道：乖乖们，没事，咱们接着玩。皇祖母，你有事，我们可以等你哦。是呀，我们可乖了，等你哦。皇后看着她心肝肝的3个小宝贝，心里既骄傲又暖心。好，你们乖。何事？娘娘，皇上特命老奴来请娘娘回宫。说着，顺势向着一侧的软榻看去，果真是小郡主，只是另外2个。他见皇后未有出言，他神色不佳，赶忙劝道：娘娘，后日便是圣上大臣之日，届时还需您回宫掌局。知道了。他也知自己出宫几日已是极限，只是这心中还是不舒坦。宫里的生活他已经过够了，之前也就罢了，现在体会了3个乖孙环绕的快乐，他哪里还想回到以前那般？皇祖母，你要走了吗？皇祖母？常德心中一惊，这2个男娃娃怎么也如此称呼皇后娘娘？他敛下心绪，不住地朝着孩子看去。3个小崽崽听着对话，小腿一蹬，哒哒哒全围了过来。本还只是心中不舒坦的皇后，看着这3张小脸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她舍不得她的乖孙啊！几个崽崽见祖母这般难过，都急了，一左一右地哄着。小胖手学着大人那般给他拍着背，中间的乖宝捧着胖脸，摇着身子一晃一晃，逗他开心。越是这般，皇后更是眼眶发红，再也没有比他家崽崽更招人喜欢的孩子了。那我们跟皇祖母一起进宫吧，别哭。大宝乖宝瞬间抬头看了过来，皇后也不难过了，双眼晶亮地盯着他们。大宝抠抠胖手，有些纠结，小声道：要问过娘亲才行啊。乖宝想到这几日的娘亲，深叹了口气，小奶音带着些嫉妒：娘亲最近心里只有爹爹呢。3个崽崽互看了一眼，齐齐地点了点头。娘亲最近不知为何经常拉着爹爹说悄悄话，看见他们过去立即便不说了，他们终究是失宠了。就这样，崽崽们一致决定跟着皇后回宫，他们要让娘亲知道谁才是他心中最爱的崽，爹爹只是后来的，他们才是最重要的。若是他们不在，娘亲一定会想他们，想得睡不着觉吧。3崽心里暗自偷笑，毫不犹豫地爬上了皇后的车驾。皇后大喜，3个孩子排排坐，眨巴着大眼睛望着她。皇后心里一抖，竟是真的。虽然很想现在立刻马上回宫，但是她也知自己并不能这般做。小锦摊上他儿子已经是不容易了，再把孩子带走，这虽然都是他孙儿，却是人母亲一手带大的，于情于理，自己也不能这般将人带走。他按下心中的激动，则朝着苏锦的院子而去。小锦，辛苦你了。皇儿他性子沉闷，不会说话，你委屈了。他性子沉闷？不会啊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他的，绝不让人受委屈。他最近将人哄得可好了呢。皇儿都那般了，你还能如此维护他？好孩子，真难为你了。明觉呀，能遇上你是他的福气。这福气大的都让他有些心慌，总觉得有点不真实。他回去定要多烧几炷香。苏锦有点懵，啥情况啊？这是我今日便要回宫了，崽崽们想跟着去，被我拦下了。圣上大寿后定要带他们来宫里看我呀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带他们去。哎，不对，他
他们想跟着去。是呢，几个小家伙是要让你后悔，都在车架上等着呢。皇后一提到那几个小乖乖，心里就一阵开心，将崽崽们的神态转述得活灵活现。苏锦嘴角抽了抽，不用想，他也知他们为何这般。崽崽们就是见识太少，哼，我会后悔，笑死！和夫郎二人世界不香吗？苏锦想到此，看着皇后来了主意，哎，要不您今日将他们都带走吧？反正再过2日便是皇帝大寿，也不差这2天了。他今晚可不想抱着软乎乎的崽崽睡觉。皇后愣了一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含激动地看着他。小姐也太善解人意了，定是怕我回宫后适应不了。想也不想上前将人抱住，这媳妇儿比他将皇儿都贴心。皇后脚步轻快地走出宅院，步子越走越快，又拉着秦氏说了会儿话，将苏锦一顿夸奖，这才朝着车架走去。然而一圈告别下来，却丝毫没有想跟明爵说一声的意思，显然已经把人忘了，快乐地带着他的孙孙们回宫了。明爵脚步匆匆赶来，本想嘱咐些话，看着空荡的门前，抬头望着远去的车架，却隐隐只瞧见了个车尾。常德远远地见殿外跪了一地工人，脚步一顿，没敢上前，弓着身子候在了殿外。明元帝黑沉着脸，看着脸色惨白被人搀扶着而来的大儿子，心中怒火中烧。吕妃趴在一侧，断断续续地抽泣：皇上，你要为燕儿做主啊！同为兄弟，为何要这般置他于死地？燕儿他再差一点就救不活了，臣妾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让臣妾怎么活呀？你皇帝不会如此。大皇子见这般，他父皇都还在袒护明爵，心里越发的恨。父皇，儿臣这般虽不是皇帝直接出手，却是他的人所杀。那个女人叫苏锦，正是受了厉王的庇护才敢如此行事啊！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啊！明元帝看着他渗血的伤口，叹了口气，虽觉得他这儿子糟心，可毕竟也是亲生的，摆手让人宣了太医过来。那叫苏锦的女子伤人，伤的还是当今皇子，若是平日，他定会派人捉拿审问个明白。但是依着明艳的意思，这是他皇儿的人，明元帝心底有些犯愁。正当太医帮着处理伤口之际，明元帝拧着眉心，瞥见殿外一道身影，正是常德。明元帝沉声将人叫上前来。回来了，怎么不上前回禀？皇后呢？他向四下看了看，皇后竟没来。这皇后是不是越发不将他放在眼里了？皇上大喜呀！娘娘这次回来带了3个孩子。这有什么可喜的？他现在心里烦着呢。皇上，那3个孩子，一个是小郡主，另外2个，据奴才猜测，也是厉王殿下的孩子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他皇儿怎么又多出2个孩子？他到底有多少个孩子？奴才见那2个孩子对皇后很是亲昵，都唤娘娘皇祖母。明元帝双目大亮，正要问话，便听一旁的大皇子忽然插言道：父皇，您要为儿臣做主啊！就算皇帝并不知情，也定要将那女子苏锦抄家灭族。她胆敢袭击皇子，本就是死罪。明元帝现在哪还有心思管这些，心里火急火燎，难受的不行。常德听大皇子提及的名字，猛地抬起头，大着胆子在一旁打断道：皇上，且慢，那女子不可动啊！奴才听娘娘和人交谈，唤过这个名字，言辞尽是夸赞。奴才斗胆猜测，她应就是其中一位小主子的母亲，是厉王殿下的女人呐。您现在一时冲动，日后怕是要无法收场啊！明元帝深深地望了他一眼，记你一功。他走到下方，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，言辞很是关怀：你和你母妃先回去，把伤养好了再说。至于其他的，朕定会调查清楚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大皇子见他父皇这般，当是应下了处理苏锦之事，忙谢恩，被下人搀扶着离开。吕妃擦了擦眼角，关怀一番明元帝的身子，也退下了。明元帝哄走了这2人，拽过常德便道：那孩子呢？孩子在哪？皇后娘娘已经将人接进宫了，您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只见明元帝脚下生风，人已行至殿外。
来到皇后的宫殿，一个示意，宫人跪倒一地，却没人出声。他步子放缓，一步步向着殿内走去。越走近，孩子的声音越发清晰，真的不止一个。明元帝双目大亮，理了理衣袍，深吸了口气，走了进去，靠着屏风的遮挡，隐约可见皇后平日休息的软榻上，一大三小聚在一起，两两对弈，正下着棋，氛围和乐。看见两个陌生的孩子，心中一阵颤抖。皇后和崽崽们显然玩得正兴起，只当又是添置茶水的工人。皇后陪着他们玩乐时，从不把自己当大人，出棋也不让着，就是这般，她还是一局未赢。皇后也不觉得没面子，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二宝却愁得小眉毛都打了结，明明已经让了，怎么皇祖母还是输了呢？小小的人儿心下猛地叹了口气，鼓着包子脸，努力想着下一步该怎么才能输。乖宝轻轻拽了拽二宝的衣袖，超小声地暗示道：二宝，你乖，皇祖母会哭哭的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这位皇祖母是个和娘亲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会晕倒，还会哭。崽崽们显然被吓住了，不想他再难过。大宝也时不时地朝他叹口气，见他又赢了，小眼神便会暗搓搓地瞥着他。二宝表示他可真是太难了。侧方屏风后，一人影走了出来，眼底含着笑，背着手扬声道：小家伙很厉害呀，我来和你下怎么样啊？皇后一惊，却也没意外，算着时间，皇帝是该来了，懒洋洋地行了个礼。皇帝瞪了他一眼，没理他。他可是在这宫里等了他好几天了。明元帝背着手盯着三个孩子，笑得开怀。他没直接开口问孩子的身世，心底却已经有了答案。看着棋盘，一脸有兴趣地坐了下去，望着对面的二宝，眼底泛着光。这个小家伙不简单呐。二宝抬头看了看他，腰背挺直，没有动，很有礼貌的等他先落子。明元帝爽朗一笑，没有拒绝小家伙的好意。一大一小就这么你来我往，两个人仿佛都找到了乐趣。明元帝从一开始的兴味随意，也渐渐坐直了身子，落子的速度越来越慢。他深深地看了眼对面的孩子，大宝胖脸左摇右摆，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很快双眼变得晕乎乎，点起了小脑袋。皇后见状，赶紧将人抱到怀里，小声说道：皇祖母送你去休息。大宝埋进他怀里蹭了蹭，声音软糯糯的：想等二宝。皇后见此也没勉强，将人往怀里又拢了拢。这小家伙性子有些懒洋洋，看似随意，却很固执。乖宝见与二宝对弈的是皇祖父，小人松了口气，没了担忧。皇祖父输了，肯定不会哭哭。在他小小的心里，二宝是除了娘亲爹爹以外最厉害的人。明元帝仿佛已经忘记对面与自己博弈的只是个奶娃娃，他表情越发严肃，手里摩擦着棋子，深思着。一时间，大殿内静默无言，只有棋子落座的声响。小家伙，你很厉害，能告诉我是谁教你下棋的吗？是老先生教的。明元帝见他这板正的小模样，这绝对是他家皇儿的孩子。好好好，你有个好先生啊。二宝挺了挺胸，骄傲地嗯了一声。皇祖父，二宝很厉害的，他可爱读书了。乖宝掰着胖手，一点点地给明元帝吹嘘他家二宝有多厉害。在他看来，那么难的课业他都会，就是最牛的。二宝他有些不自在，拽了拽妹妹，还是没拉住这爱吹嘘的小人儿。明元帝越听，双目越发明亮，整个人站了起来，手有些微颤，转头看着皇后怀里的另一个孩子，激动道：皇后啊，这几个孩子……是啊，都是皇儿的。想他当初可是吓得不轻，这回也让你体会下。他的眼神不住地流转在孩子之间，他皇儿的能力果然在各方面都如此出挑。皇后啊，这三个孩子的母亲都是何人？他们怎像是一同长大一般？明元帝心头泛着疑惑。他们是三胞胎，你没看出来吗？皇后一副你没见识的神情看了他一眼。
三胞胎。这一声声音极大，吓得大宝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大眼睛朝他看去。王祖父不会也要像那般晕倒吧？这一届的老人家也太不淡定了。皇后不悦地看了过来，都吓到他家乖孙孙，真是没见识。明元帝不敢置信的有些愣神，感觉自己的眼睛都看不过来了，突然大笑道：竟有这般奇事！情绪激动，连连叫好。男人豪爽的笑声瞬间回荡在整个寝宫，常德却心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面上带着了然的笑意。这份功劳他稳了。明元帝乐得嘴角就没放下来过，问问这个再瞅瞅那个，崽崽们也很有耐心地一一回答。你们母亲着实非同一般呢，朕要记她一大功。小锦自是非同一般。小锦？难道她叫苏锦？明元帝想起方才殿内常德提到的女子，猛地吸了口气。皇后与三个崽崽一同向他望去，明元帝看他们这神色，瞬间了然，幸好这常德定要重赏。皇儿他曾说又得了3个宝贝，你可曾见到？皇后一脸你明知故问的样子，点了点他身旁的崽崽们。那还少一个呢，难不成他还有个孩子？明元帝眼底的神色又亮了起来。他皇儿就算现在告诉他自己还有几个孩子，他也定会相信。曾以为他一生将会无子，哪想到这物极必反，竟这般让人吃惊。皇后凝眉想了会儿，也没想到所以然，还是一旁的崽崽们对视一眼。小奶音肯定道：爹爹现在的宝贝，那肯定是娘亲呐。这大梁国君为何会突到大元？各国历来恪守救国君亲制之礼，轩辕府此人可不好应付啊。明元帝深思一番，决定将这事儿交与明爵。这个寿辰绝不能有误，他可是等着将皇孙们宣告天下的。父皇。明元帝看着这匆匆而来的儿子，面色有些复杂，故作深沉。皇儿啊，你可真是让父皇刮目相看啊。明爵眼底闪过骄傲，状似平淡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明元帝抚了抚额头，有些眼疼，想到他那3个宝贝的言论，这次决心不给他显摆的机会。他微咳一声，转移了话题，将大梁国君之事交代了一番。父皇放心。明爵心底却有了猜测，这大梁国君与崽崽们口中的轩辕老先生，怕是有很大的关系，或许就是同一人。他没再多想，想必很快便会明了。儿臣告退。那孩子们？什么孩子？你快回吧。他这皇孙孙还没捂热呢，就想带走。明爵就是想问问崽崽们乖不乖，住的习惯吗？可瞧他这父皇一副恨不得将他撵出去的架势，他嘴角抿了抿。算了，我也习惯了，母后如此，这父皇怕也是眼里没我了。苏锦见他独自回来，毫不意外，却故作惊讶。啊，怎么崽崽们没跟着回来？唉，这还怪想他们呢。明爵见他嘴里叫着想念，眼角却飞扬的笑意，男人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那位轩辕老先生，你可知他的身份？老先生来得突然，离去时也毫无踪迹。我曾当他是什么隐士高人呢？之后也没刻意打听。先生他文采非凡，只是性格颇为古怪，黑衣和白衣犹如2个人。若不是被人穿越，那只能是双重人格了。不过这话他没说，毕竟这是先生自己的隐私。先生复姓轩辕，其姓极其罕见，这同是大梁国君之姓。苏锦抬眼望去，明白了他的未尽之言，虽有些诧异，却也没觉得不可思议。想想那老爷子一身气势，一国皇帝可不是正好吗？二人一番商议，还是决定直接去见见人。不管他身份如何，在苏锦眼里，这就是一心教导崽崽的师傅。陛下，府外有人求见，来人自称苏锦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侍者很快将人带来。苏锦见他一身白衣，双眼一亮，轩辕纯长吐一口气，从调息中站起身。苏锦有些怀念，他已是许久没见过先生这般修仙了，眼底顿时聚了笑意。您进来可好啊？孩子们呢？都在他祖父那儿呢。您呢？此番前来是见见孩子，
考察一番课业，我这个师傅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苏锦望着老爷子的背影，看得出他心里有事，定还有其他原因。那我将孩子带来。不必，明日便可以见到。我能知晓怎么称呼您吗？他知道面前这位不是轩辕父。老爷子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缓缓地笑了起来。你是第一个这般问我的。他一头白发随风飘散，大步朝着外间走去。我名轩辕纯。苏锦嘴角带着笑，朝着他的背影叫道：老爷子，我等您下次一道教我修仙啊。轩辕纯脚步一顿，笑着摇了摇头。是怕我不再出现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消失。大梁国君来贺！众人面露惊颤，大梁国君竟亲自前来。只见一头白发的轩辕纯带着人一步步向着高台走去。明元帝早已得了消息，知他来意，并无诧异。两位帝王相对而立，气势凛然，目光瞬间对上。片刻，两人微微颔首，行了一礼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直接落座。众官员不明所以，见他们圣上与大梁国君对上，不免捏了一把汗，也不知这大梁陛下来此是何意。位于前列的大皇子心中更是紧张，今日对他来说尤为重要。定安侯早已拉拢了朝堂上3成官员，做好了谋划，定要在今日助他登上太子之位。他抬眼看向前方的名爵，眸中闪过暗色。过了今日，一切皆是定局。借今日之大吉，朕要向着诸位宣布一件大事。今立储君，厉王。皇上目光朝着名爵望去，话还没说完，几个大臣砰的一声跪倒在地。以定安侯为首的大臣们高呼着：圣上，储君之事非同小可，望皇上三思啊！好，那你们倒是说说，这储君之位当由谁来做？回圣上，臣以为大皇子殿下能力出众，堪为储君。说罢，朝着前方一拜，身侧的几位大臣纷纷附和。大皇子眼神发亮，低着头掩住了心中的得意。若我定要立厉王为储呢？皇上三思啊！厉王无子，大元将后继无人啊！求圣上三思。谁说厉王无子？他不仅有，还有3个。苏锦带着3个崽崽一步步走上前来，3个小家伙胸膛挺得直直的，犹如在走军步一般，小短腿紧紧地跟在娘亲身侧。他们今天要给爹爹长脸，不能输。名爵目光紧紧地盯着一步步走近的人，周围的一切都成了虚影，他的眼中只能看见他们，满满的骄傲充斥整个心房。这是他的4个宝贝。朝臣闻声转身望去，倏然瞪大了双目。厉王殿下有个女儿，他们是知道的，但是另外2个是怎么回事？这女子说厉王有3个孩子。大皇子见那个伤了他的女人竟这般明目张胆地出现于此，身上的伤口顿时隐隐作痛。那女人的意思，不会的，明爵怎么还会有其他孩子？不会的，我不信。大皇子心口剧跳，盯着3个越走越近的孩子，心里的恐慌越来越大。苏锦眼睛越过众人，直直地扫向他家夫郎，暗中朝着名爵眨了眨眼，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他本是带着崽崽准备最后出场为明元帝祝寿，哪想竟听见这帮子大臣一个个在簇拥那个蠢皇子，欺负他夫郎。他1秒钟也等不下去了。苏锦想也没想，带着崽崽走了出来。明元帝也不在意，脸上的笑意不断加深。祝圣上龙体安康。好好好。明元帝打量了他一眼，满含赞叹。崽崽跟紧娘亲的脚步，小步子往前一踏，3个崽崽排排站，稚嫩的嗓音齐声道：祝福皇祖健康长寿，我们有给您准备礼物哟。好，祝福有你们，便是这寿辰最好的礼物。说罢，他招了招手，3个小家伙丝毫不惧，迈着小腿走到他身前，暗搓搓理了理自己的小衣衫，乖乖地站在祖父身前。下方的朝臣却都惊得愣在了原地。定安侯朝服下的手攥得咯吱作响。3个孩子，怎么会？这老天
怎么会如此眷顾厉王？他心下一片慌乱，赶紧朝着大皇子看去。大皇子此刻早已顾不上其他，整个人面色狰狞，毫不掩饰，眼底已是一片赤红。朕之喜事，愿与诸位同享。此三子皆为厉王所出，今立厉王为储，诸位可还有意？圣上，皇嗣之事关乎大元社稷，小郡主孝嗣厉王殿下，但另外2个……定安侯眼中闪着金光，有意没将话说完，留人遐想。朝臣不由将视线集中在了那2个男娃娃身上，仔细打量，却也看出了几分厉王的影子，只是没有小郡主那般像。明觉腾然而起，凌厉的目光朝着定安侯看了一瞬，眸中满含杀意，厉声道：本王的孩子也是你能妄议的？定安侯身子一抖，咬紧牙关，垂着头没有回话。若是你们大元不留这几个孩子，随我去大梁如何呀？毕竟这个皇位可不止大元有。朝臣被这一出事情惊得险些忘了还有位大梁国君在此。此刻闻他之言，又是一道惊雷。崽崽们早在方才便看见了心心念念的先生，只是想到今日他们可是要给爹爹长脸的，所以忍住了上前的冲动。如今听见先生说话，欢快地朝他行礼叫道：先生。轩辕纯没有出言，目光温柔地朝着他们点了点头。轩辕父，朕劝你不要妄想，他们是我大元皇室子孙，怎可娶你大梁？就算你是几个孩子的先生，也亦是如此。哦，可瞧着你们大元这些朝臣并不想认啊，与其留此受气，不如随我去继承大梁，朝堂无人敢有异议，你们说呢？说罢，他回首看了眼跟随而来的几位大梁朝臣，臣等无异。他们大梁这是要有储君了。几人面露喜色，目光灼灼，忙不迭地朝着上方的孩子看去。3个呢，哪个都行，他们不挑。一群丢人现眼的蠢货，我大元皇嗣，朕自己还能认不出。这3个孩子皆是厉王所出，且他们还是举世罕见的3胞胎。3胞胎？不知谁惊叫了一声，朝臣顿时一片沸腾。我皇孙儿更是遗传了太祖皇帝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同他父王一样，天赋出众啊！他飞扬的神采满含骄傲，一席话诱诈的朝臣心中巨震，惊愕的目光皆不由得汇聚到了厉王身上。大皇子死死地咽下喉咙的腥意，为什么又是明觉？什么所有的好事都是他的？3胞胎，哈哈哈，竟然是3胞胎！这种眷顾，为什么又是明觉？他觉得自己就如笑话一般蹦跶了那么久，明觉却能轻松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立厉王为储，尔等可有意？挥手招来常德，准备宣召。朝臣闻言不作他想，高呼道：皇上圣明！他们如今哪里还敢有什么异议？这厉王殿下着实太过惊人。有的大臣暗中朝着苏锦看去，这个女子，她定是3个孩子的母亲，也不知是何人家的女儿，一步登天也不为过了。明元帝神色满意地看着下方，宣召。常德手拿圣旨，微微一展，扬声宣读。言罢，朝着厉王躬身一拜。明觉上前一步，郑重的俯身接过圣旨，高举在侧，下意识朝着苏锦看了一眼。男人朝他微微一笑，眼中含着光。臣等参见太子殿下。苏锦嘴角一勾，朝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他望着那身姿挺拔、气势不凡的男人，心中充满着骄傲。这个男人是我的。一切皆已定下，宴会方才开席。皇后亲密地拉过苏锦的手，带着3个孩子去了西殿。皇上显摆完了，该轮到他了。西殿内，诰命夫人、家臣、女眷皆候在此。罗贵妃神色淡淡的看着那方笑容恣意、被人围在中间恭维的吕妃，不管心中如何嫉妒，她却不敢出言得罪，只因吕妃有个堪为储君的儿子。皇后娘娘到，参见皇后娘娘。
皇后见他们都低着头，有些不满，免礼。她停下步子，等众人抬头。皇后如愿见到他们眼露震惊，这才神色平淡地带着苏锦向着上位走去。本宫这番是想为在座的各位介绍我的3个皇孙，诸位后在此怕还是不知晓，前殿圣上已宣诏立厉王为储，此3个孩子皆为厉王所出，他们同出一母，是3胞胎。皇后可不管下方之人如何想，半点不停顿，十分痛快地将话全说了出来。想她自得知有了3个孙之后，便一直在等今日。果真畅快。 3个皇孙，厉王为储，3胞胎，立厉王为主，那我的皇儿呢？不，绝对不是真的，厉王不能生育，怎么会？他猛地抬起头，盯着3个孩子，他瞪大了双眼，怔愣地跌坐了下去。皇后轻轻地瞥了他一眼，便移开了视线，转而目光灼灼扫了一圈精壮的众人，有些不满。兵部左侍郎夫人极有眼色，高声喝道：“恭喜皇后娘娘喜得皇孙，3胞胎实属祥瑞之兆，3位皇孙定是受天之庇佑。”皇后忍住笑意，心里顿时一顿舒坦，很是满意地看了他一眼，将人记下了。大都是宅斗争斗中过来的，有几个不是人精啊？见那姚夫人抢先一步，竟被皇后记在了眼里，顿时夸赞之言犹如过江之鲫，朝着皇后涌来。苏锦默默地往后移了移，侧身看了看身旁的3个崽崽，顿时又是一阵无语。只见他们背着小手，身子前倾，一个比一个听得认真。小家伙还挺虚荣。就在此时，脑中传来一阵惊叫：“宿主，我长7分了！”苏锦毫无波动，相当敷衍地夸赞道：“哇，那你好棒棒哦！”系统眨巴着眼，不灵不灵地瞅着他，一副你快问的架势。那长了多少啊？3个积分。对于常年鹅蛋的系统来说，猛地涨了3个积分，他已经开心的傻了。我好激动！这积分怎么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就是你父郎结婚那道圣旨，我这就多了3个积分了。等任务至少都是10个积分起啊，这3个也不知从何而来，也许是鼓励我。不管了，反正积分已经进了本筒子的口袋，就算弄错了，也休想再扣回去。看来日后要研究研究这积分如何赚取了。哎呦，你们瞧本宫，这孩子多了，还忙不过来呢。众人围着皇后，自是不免朝着苏锦一阵打量，心里都有了猜测。只是这女子着实面生，不知是哪家之女，产下3胎，难怪皇后如此喜欢她，当真是厉害。这是我们家小姐，是我儿未来的太子妃，孩子们的母亲。皇儿真是积了大福气，才遇上她。苏锦知皇后是有意帮她撑腰，清冽的目光朝着下方看去，对着下方点了点头，态度不咸不淡。厉王府，明觉已是许久未归，他带着苏锦下了车驾，一步步朝着府内走去。花管家有些不可置信，赶忙迎接：“参见王爷。”他们还不知殿下已被封为储君。花管家见已是傍晚，王爷竟带了个姑娘回来，他眼神忽闪，有了猜测。需要给这位姑娘准备个院子出来吗？不用，她和我住一起。苏锦似笑非笑地瞥着他，嘿，现在已经不会别扭了，朝着理直气壮的。身后的花管家眼睛一亮，笑呵呵地应是。苏锦也是第一次来王府，丝毫不客气，来回转悠着。哎呀，这么大的王府，你一个人住的不寂寞吗？明觉愣了愣，不知想到了何处，言辞郑重：“府中除了管家侍卫没有别的，以后也不会有。”啥？明觉却没有再往下说了，神色认真地望着他。女人笑得肆意，反应一瞬，算是知道他是何意了。好，放心，我也不会有，就娶你一个。只是他说娶，他神色有些复杂。怎么不愿意？你是认真的？自然，早在丰原县，我便打定主意将你娶到手。可惜啊，皇家的聘礼不好凑啊。除非把谁家国库打劫了，不然这聘礼短时间内怕是不好凑。不想委屈这个男人，
明觉像是被定住，揽着他的手紧了紧。他虽是惊异，却深知不是在说笑，毕竟这像是他的风格。若是我不愿，你当如何？他不知为何心里有些紧张，他想知道这个女人会怎么做，就会放弃他吗？曾经我是想过，若是你不愿意，我便给崽崽们找个新爹。不准！明觉脸色一沉，还没等他说完，便已经忍不住将人紧紧抱住。那不是之前想想吗？想也不行。明觉放开他，深邃的眼眸一动不动地看着。那是之前，现在嘛，你若是不愿意，就将你打晕带走，就问你怕不怕。他故作凶狠地瞪着，男人却一点点勾起了嘴角，像是得到了什么满意的回答，将人扣在自己怀里，沉默半晌，轻声道：都随你。他给自己带来的已经够多了，若是这般能让他开心，谁娶谁嫁又有什么关系？男人紧了紧怀中人，眼中带着满足。苏锦一动不动，心却软了一块，心下叹了口气：唉，你是不是想省聘礼啊？男人挑眉看去，他抬起头，得意地望了一眼。那我们就比一比，谁的聘礼多？我娶你和你娶我没冲突，怎么样？明觉深深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他为何会突然转口，忍着心头的热意，直接拉着人进了寝殿。有些话不需要用说的。3个孩子，国师的密钥竟对他无用啊！你办砸了，主上饶命啊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男人挥了挥手，很快地上跪着的人便被拖了下去，再无踪迹。他对着空荡的房间轻言道：我要大梁皇帝死在皇宫，你可能办到？似是有人回应，很快便没了动静。隔日一早，苏锦再次进了宫。今日他要将崽崽们都接回来，想想还怪不舍的。常德亲自来接，很是殷勤地将人领到侧殿。您稍等，老奴这就去通传。3个崽崽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先生和皇祖父是吵架了啊，可真愁人。他们要帮谁呢？近来课业还顺利？二宝闻言，不慌不忙地站在前方，胸有成竹，乖乖地等先生考教。乖宝有些心虚，脚不自觉往后退了退，眼看就快要缩到角落。二宝将他往前拽了拽，大宝却不知道是自信还是心大，直视先生，笑得眼角弯弯，企图蒙混过关。轩辕纯扫了一眼，还没开问，心里便已经有了底。这次他反而没有再问课业之事，与他们说起了自己这一路的见闻。明元帝目光悠悠地盯着看了半天，坐在对面一动不动，就是不愿离去。殿外的常德已经状色无意地来过多次，欲言又止。明元帝理都没理，哪还有心思处理政务啊？怪孙孙还小，万不能被这人骗了去。就在此时，常德又走了过来。看不到我孙孙要被人骗走了吗？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皇上，苏姑娘来了。看着对面还在畅言的人，故意提高了声音道：苏锦来了，那还等什么？快快请进来。娘亲来了，娘亲说肯定会带我们回家，肯定是想我们了。轩辕纯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，明元帝挑着眉与他对视。苏锦随着常德一步步走了进来，忽然脚步一顿，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。苏锦行了一礼。3个崽崽看见娘亲小短腿迈得飞快，娘亲，你是不是想宝宝了？苏锦看着他们飞扬的小脸儿，心里一暖，真有些想了。他弯下腰，挨个亲了一口，并不想呢。3崽自动忽略了他的话，笑得开心。他们的娘亲就喜欢口是心非，亲得这么用力，明明想他们想的不行。是来带孩子回府的，那便走吧。明元帝神情一愣，这才想起貌似今日几个孩子便要回去了，可他怎么记得是明天呢？难怪一早皇后眼眶都泛着红。那个以后多带孩子进宫啊，我让常德给你拿个牌子，什么时候想来都行，天天带来那是最好的。不多时，捧着一物走了过来，他躬身向着苏锦递去。苏锦也没客气，便将那烫金玉牌收了起来。明元帝很是满意，目露赞赏地看了他一眼。
不扭捏，极好。这位公公是在哪个殿内伺候的？轩辕纯看了他一眼，将几个孩子往身前揽了揽。奴才是常德公公手下随侍太监，伺候皇上起居。苏锦轻笑一声，没说话，也不再继续走。小太监有些着急，却也不敢催，身体不住地冒着虚汗。苏锦没再看他，朝着空中拍了拍手，3名暗卫出现在侧，带孩子去见圣上。是。小太监被这变故吓得不轻，转身便想逃。苏锦怎么会给他机会？身形极快，一拳将人砸翻在地，厉声道：“谁人指使？求您放了我吧，奴才什么也不知道啊。”哦，那我将你扔过去试试。饶命，那里去不得呀！奴才也是被他人所迫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啊！他不住地磕着头，苏锦却恍若未见，神色淡漠地将人踹翻了过去。系统扫描到了吗？是何？宿主，是一种毒花，像是被什么浸泡过一样，可使人神经麻痹，却不致命。苏锦心思微转，深觉没这么简单，更像是个套。可这附近确实没人埋伏。宿主，我的积分又上涨了，就在刚才。行，以后再说，线下多注意这些。好的。您老倒是淡定。习惯了。说话间，一群侍卫赶了过来，指了指前方的花坛，将系统的话重复一遍。苏锦凝视一圈，准备离去，忽的一道袖箭自那群侍卫之中射了过来。苏锦自方才便没有卸下心神，早有防备，手中的金簪直直地甩了出去，2道利器瞬间相碰，发出一道清脆的声响，应声落地。隐藏在侍卫中的那人见此，闪身便走。侍卫队速度极快地将人围了起来，那人丝毫不惧，脸上带着笑意，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锦，身形极快，形如鬼魅般闪躲在侍卫之间。苏锦眼色幽深，一把匕首倏然出现在手中。喜欢笑，我定让你笑个够。那人似是玩够了，回头望着他，眼中满含挑衅。转身几个虚影便要离去，苏锦在他起跳的瞬间，素手一挥，手中的匕首犹如飞箭般射了出去。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。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有想过自己会躺在这儿吗？他见男人一动不动，摇了摇头，看来是惊喜傻了。那人闻言弓着身子，架在脖子上的刀像是无所觉，他竟败在一个女人手里。苏锦也没想现在就从这人身上问出什么，他没工夫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，但若这个人一旦逃脱，他这人向来不喜欢意外。刀，侍卫长目露诧异，却不敢多言，将手中的刀柄递了过去。那人似乎知道自己不会现在就被杀，直直地盯着他，丝毫不避。我不知你的自信从何而来，但是你很清楚我想要你说什么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下一刀你杀不得我。他深知接下来的流程，未经审问断不会就此被处决，尤其这还是皇宫。哦，他冷笑一声，旋即抬起一脚碾在了他脸上。狗东西还挺会想啊！你们大元皇帝可不会有你如此，任你杀人灭口。等我逃出去，这女人必死。苏锦毫不在意他的攀扯，谢谢啊，好走不送。既然黄泉路都抢着走，那自然是祝你一路顺风啊。他丢下刀，看也没看，向着老爷子走了过来。侍卫长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挣扎半晌，还是没有出声。您觉得这是冲着谁来的？我何人所为？大禹这大旗备战而来，合着您心里清楚着呢。行吧，早知道这样，他方才第一刀就将人宿主，方才积分又涨了。看来这宫斗竟成了宫斗，是在皇宫里争斗的意思。字面上的宫斗，这系统怕是不简单呐。人拿住没有？定将人给我审问个清楚。侍卫长神色犹豫，躬身道：皇上，人已拿住，只是他已经死了。拿住就去给我审。什么？人死了？明元帝重重一拍桌案，
刚想怒骂，似是才想起崽崽们还在身侧，他深吸了口气，沉声道：何原因？侍卫长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将事情都说了。明元帝有些头痛地抚了抚额头，看了眼孩子，罢了，死了就死了吧，将这宫内好好给朕搜寻一番。皇儿这太子妃胆子也太大了，这是看准朕不会处罚他。哎呀，算了，日后让那臭小子头疼去吧。仅一日，苏锦便已成了传奇女子，不是她太子妃的名号，而是那3胞胎。打探消息的人越来越多，作为唯一突破口的百味坊自是跟着出了名，无数人蜂拥至酒楼，他们什么也不做，却能在酒楼一待便是半日，仿佛这般便能沾上3胞胎的福气。苏锦收到消息时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大笑一声：我要这京城处处可见我百味坊的身影。廖青含笑应是。苏锦现在缺钱的紧呐，唉，都是为了曾经吹过的牛啊。苏锦心思一转，那些妇人如今聚集在酒楼，这时机可真是妙啊。他从一侧的书架上摸出锦盒，侧身将系统内的药丸一半都放了进去，提笔书写半晌：这些按照用途，价高者得，记得先寻看得见效果的人试过，名气越大越好。廖青头脑灵活，一听便明白了姑娘的意思，虽未见过这等药丸，却深信姑娘所言，利落地转身去办。童子，积分还有哪些用途啊？积分对他来说无用，却对系统大有用途。升级啊！上次得了多少？宿主有15个。升一级需要多少？第一次升级比较少了，才花了10个积分，越往后越多呢。宿主难道就没发现今天的我有什么不同？苏锦暗中瞥了他一眼，忍住了笑意。这筒子明显是已经升级了，想跟他嘚瑟，有意逗他，就是不接话。你看不出来我哪里不一样？不就是升级了吗？还能不能有点惊喜？好了，别气了，恭喜我们筒子荣升1级，鼓掌。接着说。苏锦想也不想，一段彩虹屁便吹了出去，这个可难不倒他，毕竟家里3个崽崽就爱听这玩意儿，这业务他熟。这宿主净爱说实话啊！趁热打铁，这2日带你再升级去，这规则还挺松的呢，只要是在皇宫里应该都算。他总是觉得哪里不太对，怎么瞧着像是给他家系统开了后门似的。苏锦深深地看了一眼还在傻乐的系统，若是没猜错，他家这傻筒子上头应是有人罩着呢。啊，挺好的，就算以后脱离了我，也不用担心这货被人欺负了。下了朝，男人处理完事务，拧着眉心看了看天色，可谓归心似箭。孩子们还等着听故事呢，定是等急了。轩辕纯背着手，语气不急不缓，耐心地指点着3个崽崽作画。孩子的创想总是无穷无尽，他从不拘着，任他们挥洒，只在一些技法上提点一二。明觉直奔崽崽的小院，脚步匆匆，待看清院中场景，前来的步子也缓了下来。先生。轩辕纯笑着点了点头，也没再看他。乖宝朝着爹爹眨了眨眼，有意炫耀地将自己的画往身前侧了侧，这可是他最拿手的课业。明觉早已将孩子们的小心思摸得透透的，学着苏锦那样给他竖起了大拇指。真厉害！夸了这个，自然少不了另外2个。他一一看了过去，都夸了一番，这才走出了院子，脚步却很慢。他下意识捏了捏手中的书册，嘴角抿了抿。苏锦远远的便看见男人一脸兴致不高的样子，望着他过来的方向，微一思索便明白了缘由。这是满腔父爱无从释放，闷心里了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还能怎么办？哄呗。他凑近一笑，这谁家郎君啊，生得如此貌美。明觉看着忽然凑到身前的笑颜，不知为何跟着接了一句：你家的。苏锦眼睛顿时一亮，没想到他会这般回。那我今日有没有那个荣幸听我家郎君讲个故事？明觉愣了愣，见他执着地望着，机不可闻地轻轻嗯了一声。走走走，
仔仔们呐没有耳福，以后啊你就说给我听。明觉看了他一瞬，突然没了方才压抑的情绪。以后只说与你听。苏锦听得心里一乐，这男人可真好哄。男人的嗓音磁性温润，苏锦托着腮细细地听着。此时不知为何竟有些羡慕每日听故事的仔仔，以后这福利就归我了。二人温情半会儿，苏锦这才意犹未尽地说起了正事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那毒是大禹之人所下。你是觉得这次袭击先生的是大禹之人？苏锦点了点头，他从男人口中得知这事起，便一直记挂着。这次的事虽未证实，他也牢牢地把锅扣在了大禹头上。大禹野心极大，这次应是要挑起两国之战。理想如何？没有，我没想。男人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显然不信。那个大禹皇室富不富裕啊？他想干票大的。明觉一怔，是他想多了吗？弹了弹他的额头，满含无奈。大禹身为一等大国之一，皇室自是不缺财富。那就他了，带系统升级去。他脚步向外迈去，转头看向明觉，你等着吧，我很快就能娶你了。明觉愣了一瞬，阻拦的话没再说出口，冷峻的面容带着一丝别扭。不要聘礼，只要是你就好。苏锦被他这小模样勾得不行，别开眼，正惊道：别人有的都要有。他没再说，踏步离去，脑子里不住地在想积分要如何赚。依照前3次的经验，显然必须是在皇宫内。他心中有了想法。第2日，苏锦便随着明觉进了宫。怎么想着进宫了？苏锦当然不能说自己是去找事儿的，当然是为了送你啊，就在宫内等你，之后再接你回去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没全信，却也弯起了嘴角。苏锦表情认真地目送他离开，看着男人渐行渐远，他神情一变，他要找事儿了。他背着手，犹如遛弯似的在皇宫内转悠了起来。罗贵妃带着明熙正要前去求见明元帝，他得去为女儿求求情。皇后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，这都多久了，还拿着不放。一会儿见了你父皇，多哭，别说话，知道吗？他知道这个女儿被骄纵惯了，平时也甚少管教。唉，怎么就不是个皇子？苏锦走得缓慢，一个转弯，两方迎面遇上。他有些愣，这是哪个妃子来着？当日见的太多，他只认得脸面，却没记住封号。罗贵妃也定神望去，第一眼便认了出来，竟然是她，未来的太子妃，三胞胎的母亲。罗贵妃虽是看不上，却也不敢得罪。这女子身前的护身符一道比一道硬，与她过不去，除非自己的日子太好过了。别开了眼，准备绕过去。放肆！你是哪个宫的？见了贵妃也不知行礼。罗贵妃瞪大了双眼，上前一把将她拉住。母妃，怎么了？你拉着我作甚啊？苏锦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双眼发光。这不巧了吗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他仿佛已经听到积分进账的声音。走，还得去见圣上。妃，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罗贵妃手微松一些，还是没有放开。苏锦见这到手的积分就要跑了，哪里肯愿意？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次吗？我还想再听一遍。你敢如此对本公主无礼？苏锦见快贴到他面前的手，想也不想，狠狠一巴掌挥开了。明熙不敢置信地望着红肿的手背，抬眼看去，一副要吃了他的模样。将人拿下，快点！罗贵妃按了按胸口，看了眼身旁的宫人，给我堵住他的嘴。宫人硬着头皮忙应是。苏姑娘，公主多有得罪，你也还回来了，但愿此事就此作罢。罗贵妃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带着明熙原路返回。苏锦轻笑一声，却没有应下。他听着系统提示到账的积分数，双目顿时一亮。哟，还挺多，就他了。明觉今日效率极高，一目十行，身前早已堆起了高高的奏章。怎么今日这般认真？父皇，儿臣这边已经处理妥当，就先退下了。明元帝皱了皱眉，接过奏章翻看起来。若是往日，他定是放心，但是今日他这皇儿明显急着走，老父亲有些不高兴，有意放缓了速度，翻得极慢。若是挂念孩子，就将孩子接入宫内，这样也能时常看到。带进宫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挂念了。那个薛云父定是日日与我那招人喜欢的皇孙孙相处的呀。不是孩子，是今日有人在外等着儿臣。
何人？明元帝想也不想地问道，心思微转，刚问完他就后悔了，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？是儿臣的太子妃，有些粘人。明元帝嘴角抽了抽，果然在他皇儿脸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笑脸，他就不该问。走走走，可以站走。苏锦盯着门口，第一眼便看见了那个自带光环的男人。他见有朝臣在他身前，没有立即上前，远远地朝他眨了眨眼，也不管他能否看见，笑得很是开心。殿下，陈大人当时是一时疏漏，还望殿下。他既知其漏洞，为何不改？此事不必在意。说罢，没再理会他，大步朝着前方而去。待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顿时散去了一身的寒气。等久了？没有啊，我去皇后那儿混了顿吃食，你来的正好。明觉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将人带上车驾。公主，我又来了。明熙惊得瞬间起身，他立即拉过2个宫人挡在身前，死死地将手藏在了身后。你到底要怎样？那天回来后，他母妃便把这个女人的身份说了个明白，不管他内心如何愤恨，却拿他毫无办法。他惹不起，躲还不行吗？但是这个女人自那以后却日日来他宫中，逼着他说些恶毒的话，再将他的手拍得通红，转身便走。我只得罪过你一次，你却连连请我几日，我好歹也是公主，父皇就算再纵着你，你也不能这么放肆。苏锦悠闲地靠在椅背上，工人连忙端来茶水瓜子，小心地往他身前递去。好了好了，明日就不来了，快，都老熟人了，流程都清楚了吧？这几日收获还是挺丰富的，系统都升到3级了。然而明熙这小羊眼看也快秃了，积分是越给越少，看来得换只羊了。明熙一听他明日不来了，呼吸都顺畅了，看着对面盯着他的人，深吸了口气，如他所愿，涨红着脸骂出一段话，很富真情实感。苏锦嗑着瓜子听得满意，抬着头示意他不要停，继续。半晌，明熙头昏脑胀，扶着宫女喘着气，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。缓了缓神，他很是自觉地将手伸了出来。日后再想说难听的话，便想想今日。说罢毫不客气，熟练地朝着他的手背拍了下去，转身便走。明熙别开头，他这次没有难过，反而重重舒了口气。明觉这几日可谓是春风得意，他虽没问苏锦为何日日都来宫内，也只当是为了接他。这般想着，心情越发好，冷峻的面容带着别样的光彩。然而等在家中的3个崽崽却是不太高兴了。乖宝鼓着脸对着铜镜照了半天，宝宝不更可爱了吗？娘亲现在最爱爹爹，天都要跟到宫里接爹爹下朝。二宝板着脸平淡地叙述着，眼神却暗搓搓看了眼镜中的自己，左右照了照。大宝来回摸了摸自己的胖脸，确认没有瘦，满意的点了点小脑袋，眼睛无意向门外一瞥，瞬间放光，小短腿跑得飞快。娘亲，他拿着小脸蹭了蹭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像是在期待着什么。苏锦轻笑一声，朝着肉嘟嘟的脸蛋狠狠亲了一口。大宝瞬间笑弯了眼，小身子一扭，缩在了苏锦怀里，乖得不得了。乖宝背着小手朝他走了一圈，苏锦将大宝放下，挨个抱了抱。怎么今日没跟在先生身前？老爷子将要离开，这几日都是将孩子带在身前教导。先生他有事离开了，明日便回。不多时，明觉走了进来，看着围着苏锦的崽崽们，眼神瞬间软了下来。崽崽们唤声爹爹，却没像往日那般凑过来。明觉摇头笑了笑，坐在了对面。乖宝暗搓搓看了他一眼，小表情有些得意。娘亲，今晚我们一起睡呀，乖宝喜香香。大宝二宝也忽闪着大眼望着他。苏锦被这些小眼神闪得有些受不住，瞥了眼对面的男人。你爹爹他怕黑，需要人陪。瞬间3道幽怨的小眼神齐刷刷看向了明觉，崽崽们拧着小眉毛，朝着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唉，爹爹他可真愁人，
二宝来回迈着小步子，像是在做什么大决定，拍了拍明觉的手。别怕，以后我陪你睡。苏锦当即想笑，却又觉得哪里不对。明觉朝着他看了一眼，两人眼神瞬间交汇，一致决定将这话接过。孩子爱多想，多半是课业不够多。三个崽崽被带到书桌前，小脸带着懵，怎么好好的就转到这儿了？崽崽心里不服气，问出了思考许久的问题：娘亲，爹爹上朝，为何还需要你接？宝宝在宫里，娘亲都没去看过。你是不是比较喜欢爹爹？三个崽崽仰着脑袋，一脸认真地望着他，表情很是严肃。明觉临阵倒戈，也适时望了过来，一大三小齐齐地盯着。都喜欢都喜欢。娘亲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做，你们和爹爹玩哈。说完，步子一转，溜得飞快，还不等崽崽反应，已然没了人影。明觉瞥了眼他消失的方向，挑了挑眉，笑得意味不明。你是何人？我吗？自是可助你达成所愿之人，就是不知你敢与不敢了。大皇子沉默半晌，起身朝着外面走去。看来你已是认命，毕竟你的对手可是曾经的厉王，输赢早已定下了。闭嘴！大皇子猛地回头，目光阴狠地盯着他，就算他再如何不堪，也容不得他人放肆。若是你所说不能让我满意，那便留下吧。男子闻言，纹丝未动，朝他笑了笑。隔日，大皇子府内的门早早的便打开了，一驾车马朝着皇宫而去。今日没去找明熙玩啊？不玩了，缘分已尽，闹掰了，没7分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皇后也不问，当他是打发时间。您觉得这宫内还有谁比较会找事儿？最会找事儿的那位公主早已经嫁出去了，现在要说事儿多的，除了明熙，那要数大皇子的生母吕妃了。苏锦一听，瞬间来了精神，一点点的听他说宫内的往事，越听越来劲。吕妃这个人，我要去瞧瞧。望着苏锦轻快的脚步，心下叹了口气。定是我那皇儿太过无趣，瞧着把人闷的都来宫里找乐子了。皇儿不给力，还是得他出手。他得想想，这宫内哪儿还有得去的地方？正大光明的拜访，悄悄溜进去。哎呀，要什么理由找事比较好呢？还不等他思索，耳朵微动，想也没想，一个闪身躲了起来。童子，是那个大皇子？是。话说，素珠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？谁躲了？我觉得这里待着舒服，不可以吗？你刚才肯定是在想做坏事，才会下意识躲起来。嘿嘿嘿嘿。苏锦望着天，丝毫不理他，等着大皇子走了进去，悄摸摸翻了进去，提前一步窜进了吕妃的殿内。皇儿，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吕妃见到儿子过来，还没说两句，眼眶便泛起了红意。母妃，先别哭，儿子有事需要你帮忙。皇儿，你说但凡母妃能办到的，定会帮你。母妃，你将这东西给父皇服下。吕妃身子一晃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连连后退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母妃，儿子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帮帮我，这东西不会让父皇出事，他不会出事。他是你父皇啊。我知道，可他心里只有明觉。想到那个人，他面色越发狰狞，更是坚定了心中所想。母妃，父皇不会有事的，这东西不会让人死，你信我。为什么要是你父皇？儿臣更想除掉明觉，这东西也是为明觉所备，但是儿臣没有机会。是啊，你没有机会，你他娘这辈子都没有机会。谁？